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们人类科学无法解释的谜团，像 UFO 和外星人、百慕大三角、金字塔。想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，除非是使用时间机器回到过去。但是真的有这样一个人，在经历了奇异的10天外星之旅后，带来了这些问题的答案。在此之前，请点击关注、收藏我们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个有趣的视频。接下来我们一起一探究竟。这个人就是法国人米歇尔。1972年，一次偶然的机会和一名外星人进行了接触。从那以后，一个没有太高文化程度，也未从事过任何科学研究的人，却解答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难解开的谜团，揭露了宇宙的目的和星际旅行、心灵感应、生命轮回、地球史前文明等大量人类的终极命题，给人带来极大的震撼。接下来我们会以第一人称的视角，为大家讲述这次神奇的跨时空之旅。1989年的一个深夜，我突然醒了，是一种完全清醒、精神饱满的奇怪状态。我的妻子丽娜就正在身边睡得正香。然而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我的大脑连同手和脚突然不受控制般的走到书桌前，写下了亲爱的，我要离开10天，到时候我会回来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话，好像冥冥之中有什么在指引着我。我随后便穿好衣服走出了家门，我听不到平时习以为常的蟋蟀声，四周都是死一般的寂静。这时候，房子外面有一道蓝光从天而降，将我笼罩起来。我心中很是慌乱，想要返回屋内，但是身体完全动不了。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将我抬起来，在空中悬浮着。正当我以为是做梦时，一个声音在我脑海中突然响起：别紧张，你并不是做梦，我们只是选中了你，邀请你去体验一次特殊的旅行。突然，我看到有一个相当高大的女人向我走来，她足足有2米多高，戴着一个透明的头盔，微笑着看着我，但她的嘴唇完全没动，声音好像是直接进入到了我的大脑。这个人全身散发平静的气息，我感觉有点魔幻，已经说不出话来。我脑海中声音继续说道：我来自海奥华星球，名字叫做涛，我们是宇宙最高等的生物。我们目前处在的这片黑暗其实是一个平行时空，而这次旅行的时间换算到地球上有20到50年之久。我已经用时空锁住了地球的时间，因此旅行结束之后，地球上也只是过去10天而已。随后，涛身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、通体发着蓝光的球状物体，离地大概10米，表面没有门窗，光滑的像个蛋壳。涛带着我飘进了这个物体，像是隧道的走廊里滑行。在里面，我看到了一块巨大的屏幕，可以看到飞船已经离开了地球，正在加速前进。到达一个星球的时候，飞船停了下来。涛指着飞船内的大屏幕对我说：这是阿拉姆星球，非常像地球，但比地球大2倍。随后我看到这个星球都是废墟，还有着似乎和地球人很相似的人，但是这些人身材更加高大，看起来有点畸形。涛对我说，这里曾经有过高度的文明，但150年前因为一场核战争变成了废墟。涛还告诉我说，只要有人类的地方，最终就都会有核战争，因为随着人类的进化，人类就都会发现原子这个可怕的武器。而且地球上的人类其实并不源自地球，是来自于好几个星球。这里的人和地球人是同一个祖先。最早的一批人类来自人马座中一个叫做巴卡拉蒂尼的星球。25万年前，阿拉姆星球也有一部分人转移到了地球上。紧接着，飞船又继续移动。这个时候，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蓝色的星球。涛告诉我，这里是他们的家，海奥华星球。我看到星球上都是一些和涛差不多的人。涛对我解释了这次非凡旅行的目的，他们要给我一个任务，就是记录我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，等回地球以后，和地球人分享我的经历。涛对我说，你可以问我任何的问题，我都会给你答案。随后这几天的旅程中，于是我开始询问涛最能代表人类好奇心的终极问题，涛都一一解答。原来在宇宙之中总共分了9个等级，地球是最低的等级，而最高级别的星球只有3个，海奥华就是其中之一。其实人类同样也可以从1级文上升到9级文明。当人类死亡之后，如果他的灵魂本身足够纯洁，他们的灵魂碎片就会被宇宙文明收集，随后就向第2级别进化。但灵体升级是不能跨越的，只能1级的往上升，而灵体等级越高，这个升级过程会逐渐缩短。但是高等灵体死后，灵魂碎片不一定会被留在这里，如果这一世修行不好，就会往下降级。
我之所以会被选中进行这次旅行，是因为我的灵魂曾经达到过7级，但下意识竟然直接变成了1级。因此涛希望这次旅行可以让我的灵魂碎片回到高级星球。涛说我其实已经在不同星球度过了80次人生，这一世是我的第81次人生。随后涛让我回看了我的前世，第一世是我是一个矿工，因为酒后失手打死了我的妻子而被判了斩首。第二世是我成为了一个女皇，在我生孩子的时候死于了难产。接下来我做了乞丐、水手、工人、渔民、苦行僧等等，我的死因也千奇百怪，有8岁时被狮子吞掉，也有活到95岁。只是除了那一世女皇之外，我的绝大多数是都比较平凡。涛告诉我，这些都是灵体的人生体验，只要不是故意伤害自己的身体，都是好的体验。我问涛，一些外星人是不是准备入侵地球？这是真的吗？涛说，不可能有，因为地球根本不需要入侵。地球离一场真正的全球性灾难已经十分接近，任何文明都不会把地球作为目标。涛还说明了一个困惑人类许久的谜题：金字塔的建造者是人类和阿拉姆星球人的共同祖先，而金字塔的作用其实并不是法老的陵墓，而是一个宇宙通信工具，是由高度文明按照精准的宇宙角度建造起来的交流中心。他们通过反重力技术和超声振动技术让石头悬浮，建造了金字塔。金字塔通过捕获宇宙能量来和宇宙中其他星球进行信息交流。而除了这个功能之外，金字塔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，便是造雨。地球也并不是唯一有金字塔存在的星球，比如火星上也有金字塔。另外，涛还表示，文明的发展并不在于科学的进化，在追求物质的同时，更应该注重精神方面的建设，在于精神世界的修行，也就是前面说的高度纯洁的灵魂，地球人才能从低等级进化到高等级。最后，很快10天时间就到了，我乘坐飞船回到了地球。以上就是米歇尔神奇的太空旅行游记。对于有些人来说，可能像科幻，一个完全是编造的故事。但是米歇尔表示自己并不是一个小说家，并没有编造这些故事的想象力。最后他说，人们可以选择不相信，但应该知道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，记得关注我们，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。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